男嘉宾张先生37岁，来自南京，职员，有请张先生，有请。女嘉宾虫女士33岁，来自南京，销售，来有请。欢迎两位，好啊。今儿谁要来的呀？他要来的。结婚多久啊？我们5年了。刚开始就是谈恋爱那会儿，我觉得我老公对我还是挺好的。因为从外貌呀，从他的学历啊，或者从能力方面的话，刚开始我是看不上他的。哦，看不上你嫁给人家？就是被他死缠烂打了嘛，然后就是被骗了嘛。你追了他多久啊？追了大概大半年吧。也还好啊，也不算死缠烂打呀。然后结婚了以后到他家，工作关系必须要跟婆婆一起住。刚开始还好，后来就是从生活小事各方面，就是生活习惯啊都不一样，就会产生很多矛盾。然后感觉他就是从中的话也不会调和，就一味的站在他的妈妈那边。你举个例子说说。我就很受伤嘛。比如说我怀孕那会儿吧，有一次就是我不是每个月要去产检嘛。然后我就想就是自己买个保温杯，带过去喝水用。然后他妈妈背着我跟他说要那个杯子。他直接过来跟我讲，你把那个新买的保温杯给我妈用，我妈要去哪边，说带在车上喝水。直接用命令的口气跟我说。我讲话就这样，有命令吗？就这样，那是你的习惯。那你想过我的心情吗？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我还是一个孕妇呢。是孩子多大了？现在5岁多了。也5岁多了啊。话说也是4周多。4周多啊？对，5虚岁多。主持人在想结婚才5年，孩子5岁多了。我可没那么想啊，我可真没那么想。你们怎么这么心虚呢？真是，我还真没这么想啊。我只是说这个事儿也过了好多年了，怎么还记得呢？这事儿后来怎么解决的呀？后来大吵一架。大吵一架。跟你吵还是跟你妈妈？然后就是不看你是个孕妇就要打我是吧？然后你妈就在旁边笑。然后最后我也在旁边看笑话。最后就是分开来住了一段时间。还有就是，比如说那时候不是怀孕孕妇嘛，对吧？难得就是说，肯定是会想要吃个什么某个东西嘛。对。那他们每天买菜的话，都是问他妈，不管是他爸爸也好，还是他也好，都是问他妈妈，今天我们要吃什么菜呢？从来没有人问过我这个孕妇今天想吃什么。然后还有那个剩菜也要我吃，我第2天我就不想吃那个发黄的那种绿叶素菜嘛。而且我是个孕妇，我是为我的孩子考虑，知道吗？我有的孩子考虑。但是你妈说什么？你妈说的这个菜不是费油费煤气炒出来的吗？为什么要倒呢？老年人都这样，节俭。但是这到底健不健康，咱们单说啊。这个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习惯，对吧？这也不好评论和评价什么。这一晃肯定孩子就要出生了，对吧？出生之后孩子谁带的？你能告诉我吗？我自己带的。自己带。然后他妈妈就是打下手嘛，帮一下。挺不容易的。其实我4个月的时候，我就带到我妈那边去了。我妈他们在南通那边上班。你这做的不太好，孩子出生4个月人就跑回娘家了。因为我那时带孩子出去玩的时候脚摔断了，骨裂，然后必须要卧床休息1-2个月，不能起来。所以孩子带不了。你得说呀。你得说是先生脚摔了呀！你这么一说，感觉是被欺负走的。就是被欺负走的呀！他摔断了以后，他妈都不过来看。然后巧的是什么呢？我在跟我妈去那个菜场，就是当时饿了嘛，买了一块饼，吃了以后上吐下泻，不能动啊，躺在家里面。他回来了以后什么都不问，就直接跟我妈说把孩子抱下来，我到楼下去带他玩一会儿。然后走到3楼就把腿给摔了。那我为什么不问你呢？你为什么不问？我也不知道啊。说婆媳关系吧，我承认我妈的脾气呢是不太好，但是这个她一直想让我跟我哥去。我说做销售必须要有一个门槛，比如说大学毕业啊、大专毕业啊，人家要面试，我啥都没有，怎么做？那吧？反正第一眼没看上。就是后来为什么就嫁给他了呢？我特好奇，就长得也不好，学历也不好，啥也不好，怎么就嫁给他了？当时对我特别好呀，我在南通，他就是也没告诉我，就跑到南通去找我嘛。然后生活方面可能就是，比较会做饭啊什么的，照顾人。当时觉得挺会照顾人的。
你是从南京去的南通追的他吗？对。哦，那你们俩咋认识的呢？介绍。他老家和我老家是靠着，然后亲戚介绍的。行了，事儿是听得差不多了。你现在觉得很不开心是吧？对，就是生活上面还是矛盾比较多。想过离婚吗？肯定想过。想离吗？为了小孩是不太想离的。别，就说自己啊。不想离，当时结婚谁想离婚呀？我就说现在。现在当时肯定不想离。不想哎。你想怎么着吧？今天来，给一个愿景，放在这儿，我们好奔那儿去，啊。我就是要看他以后一个态度。啥态度？对我的态度，对这个家的态度，然后工作方面的态度。不是对你要什么样，对家要什么样，对工作要什么样，你把它说出来，提出要求来，挑明了说，对你什么态度，言听计从。不需要。那是。我对的地方你肯定要听我的呀，对吧？你对的听你的，你错的也听你的是吗？错的不需要。啊，哪些是你曾经说过的错的事儿？错就是我有时候脾气还是比较容易发火那种。哦，就是容易发火啊。最近2年啊，以前就发脾气的时候我们可以不搭理是吧？女人需要哄，你知道吗？发脾气时候还要哄，那就是都听你的，都听你的。行，对你要都听你的。第二，对我就是太没耐心了。现在对家庭，对家庭你要有一个什么规划？比如说我们近期5年啊，或者是2年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您说。肯定要往高处走。不是这走多高啊？做销售，我觉得能锻炼人的能力那方面。哦，就必须得去做销售才行。有个提高一点就是。行。听懂了，为了家庭你得去做销售，是这意思吧？没了吧？好，行，要求听明白了。来，你有要求吗？我没啥要求。多好的男人，好什么呀？好对吧？一点都不好，干把人气成这样了。来，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新阳美容 APP 丘比特问卷。张大老师，你们2个人之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不会好好说话，就尤其女士，就是你总有一种。你自己高高在上，你永远瞧不起我，我怎么做都是不对的。就在你这儿，我找不到一丁点儿的存在感。所以你有没有考虑过，你们结婚这么久，从谈恋爱到结婚到现在，在你眼里真正你欣赏丈夫哪一点？他的能力就是做不了销售，你偏要让他去揽那个瓷器活，就他就是没那个金刚钻，怎么办？你们现在不是日子一样能过得下去吗？所以我觉得是你的心态出现了很大的问题，你的怨念太大，怨气太大，你的心里特别不平衡。所以我觉得不是丈夫要变，是你要变。首先从你跟丈夫说话的语气、沟通开始。如果你只是一味的指责，一味的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去跟他说话的话，他永远不会用这样好的方式来跟你沟通，你们之间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，好吧？谢谢2位。好，谢谢沙大老师。来，徐总，我们真的这么不满足于现状吗？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，谢谢你们。好，谢谢白老师。来，胡老师，心比天高，却命比纸薄，所以心里总是有股无名火。你大概认为你是比你丈夫要高明的。你说有哪个女人会在一个堂而皇之的舞台上，告诉亿万观众，我根本就看不上一个男人，而且你将来跟他还要一起过，你情商没多高。毫无疑问，在中国大部分的家庭，婆婆都带着孩子，那是婆婆主动的情况下，而并不在于婆婆应该帮你带。如果你想要别人帮你带孩子，请你给副好脸子，请你勤快一点，嘴甜一点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将来你也要做婆婆。其实你内心是自卑的，一个小地方来的，自己也没有什么太过于优厚的条件，而恰恰是你丈夫的顺从，才使得你内心的自卑不那么明显，给了你一些存在感。但是你要的太多，如果你的存在感是要压低别人的存在感，那你迟早有一天会觉得非常的痛苦。好强没关系，好强往外使，不要往家里使。在婆婆面前好强是愚蠢，在自己的丈夫面前好强是得不偿失。你的好强请用到外面去，
人的这一辈子，总是有一些东西是你怎么想获取也获取不了的。所以有的时候认清自己，将自己的优势发挥到整个家庭向上的步伐当中，那才叫使对了劲儿。祝你们幸福。好，谢谢涂老师。我看挺好，我看挺好，没有什么，就是开开心心的过日子。我觉得平凡老百姓的是，这都是这么过来的。你们俩还真是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事儿。我看这个心呢，都是放在家里的，只是呢，往哪个地方使劲儿，也就这么点事儿，对吧？是这意思吧？是的啊。所以你们想想吧，老师们不都说了吗？你们俩不错，挺好的，能过，还挺合适的。说白了，那双鞋就是给你量身定制的，你也不用再考虑换鞋了，换了也没更合适的了。彼此就这么着吧，容忍吧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和古方红糖真情60秒。我不知道我说啥了，反正你要求的我尽量去做吧，能做到什么地方就尽量，但是我也不可能把自己逼得那么紧，因为毕竟还要生活，对吧？我就说怎么说，我不太会说。你没有说了？行，亮灯吧。啊，你都没话说了？我就是不是说要求你，哎和刚才不说，我刚才叫你说你不说，你现在灯亮了你说。哎，你这很不好，你知道吧？4位老师都那什么他，你这会儿应该安抚一下啊。谢谢2位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吧。来，请关门。好了，来看结局吧，请开门。或者妈来抱吧。啥？就是态度对我不好，这俩人。好，下次会。等，他说什么呀？他说就这两人对他态度不好，态度要好点，对吧？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你也别抱着膀子了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啊，来。呀。谢谢你。也给他带着呗，然后抱一下呗，抱抱啊！老嫌人态度不好，你老那么冷淡，人家也不好态度好，对不对？开开心心的回家过日子啊！来，礼物给你们，拿着礼物也不乐呀！哎呀，你真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，来，请回。